劳动部职场霸凌争议爆发之后，各地都有公务员出来揭露自己也时常要加班，甚至遭到了主管的言语辱骂、人身攻击，俨然成为了公务员职场霸凌的 MeToo 事件。台湾公务员职场霸凌为什么这么的普遍？他们的工作环境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公务员劳动困境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以前讲到公务员大家常常觉得他们工作稳定、压力不大、退休金也高，是个爽缺啊、铁饭碗。那这几年却常常传出关于公务员过劳遭到职场霸凌的新闻。但是最近劳动部吴姓公务员之死背后就牵涉出了严重的公务员职场霸凌争议。劳动部的争议还没有平息，其他更多公务员霸凌事件也被揭露出来。一时之间从中央卫福部、教育部、经济部、国科会到国营事业、台铁公司、台电、中油等等，都有公务员出来揭露自己也长期过劳，精神压力很大，甚至遭到严重的职场霸凌。公务员工作环境不佳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有征兆。过去几年呢，公务员面临着严重的离职潮，离职的人数一直不断的上升。去年离职人数高达2700多人，创下历史新高。而台湾公务员工作环境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变得越来越糟糕？究竟可以怎么样改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自己下厨时是不是常常想不到要煮什么呢？苦恼食材该如何搭配，总是缺乏料理灵感。想要灵活的运用食材，创造满满菜色变化，那这堂奇迹的一物多煮公式线上课程你绝对不能够错过。课程呢有出过3本热销食谱 ，IG 教学影片超过2000万观看的料理达人Kazu担任讲师。他将多年实践的家常菜心法精心整理为一套由食材、风味、形态3大元素组成的一物多煮公式，帮助你更有逻辑的搭配食材，衍生出不同的料理变化。为了让这套公式更贴近日常料理的需求，Kazu特别挑选了8种最常见、最百搭的热门食材，让你将家常菜色轻松变化出美味新花样。现在这堂一物多煮线上课程早鸟优惠只要32折起，让你现省5000元加菜金。输入我的优惠码 Cook77 还能够再折350元。主妇、主夫们赶快行动吧！前段时间，劳动部吴姓公务员疑似因为不堪职场霸凌而选择结束生命，这起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一时间呢，它就像掀开了一个潘朵拉的盒子。各地都有公务员出来爆料揭露说，他们所在的公部门也有疑似职场霸凌的状况。像是有多家媒体报道，卫福部内部有员工匿名投诉，指控卫福部社会保险司司长、心理健康司前司长，还有社工司司长3名长官涉嫌职场霸凌。另外，高雄市议员李梅珍最近也在质询当中提到接获投诉，指控高雄卫生局1名主管曾经因为餐点没有送达，就对下属大发雷霆，甚至逼迫同仁下跪道歉。不只是最近其实公务员过劳职场霸凌的状况，在此之前呢就时有所闻。像是呢，在2022到2023年之间，台中市政府1年内就有3位基层公务员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中1位也是疑似因为遭到霸凌。更早在2020年时呢，金山区公所也爆出有小编因为过劳而猝死。过劳、压力大、职场霸凌频繁，似乎已经取代铁饭碗，成为公务员的新代名词。2011年时呢，就有调查指出，公务员是过劳死高风险的3大职业之一。2018年台大公卫学院的调查也发现，公务员自觉疲劳、感到职业倦怠的程度，要比民间企业的员工严重。尤其是在经管单位国营事业、卫生局等地的公务员，他们在调查时回报自觉疲劳的程度超过了20%。台大公卫学院呢，还发现公务员遭到职场霸凌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调查的公务员当中呢，有11% 遇到言语暴力， 6.4% 遇到心理暴力，甚至呢还有 2.6% 的人遭到过肢体暴力。不论爆出的个案还是专家研究，都显示公务员的工作环境不太好。那究竟为什么会频繁出现过劳、职场霸凌这些问题呢？许多专家说公务员过劳可能是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首先，公务员面临着严重的人手不足问题，短短3年间，公务员的报到人数减少了17000多人。新入职的人数不足导致公部门人力不足，常出现1人多职的状况。许多公务员因此被迫长时间的加班。另外，因为加班严重，大量的公务员选择离职，爆发离职潮，这又让公务员的人手更不足，加班的状况更加的严重。像是一名公务员向报道者揭露说，他曾经1整个月无法休假，单月加班破100小时，甚至呢得如同近日这个劳动部案件当中的吴姓公务员一样，假下班，打完卡再回到座位上面加班。而且这些没有选择离职的公务员呢，常常面临着更高的沉没成本。
因为一旦离职他们累积多年退休金可能会因此减少或是完全拿不到。随着年资的增加，他们想要离职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因此许多的公务员不得不持续的忍耐下去。而这样子一人多职的状况在台湾公务员体系当中很常见，尤其在地方偏远地区的公部门，这样子的状况可能会更加的严重。因为这些地方公部门的这个预算编制不如中央部会充足，他们更难以负担额外的人力成本，这就造成每个员工要承担的工作更多。比如2020年金山区公所过劳猝死的这个小编呢，就会爆出不仅要经营脸书社群，也需要全日观察舆情，同时他还得跑遍这个公所相关的活动。那在人力不足的同时公务员考绩的压力也非常繁重，这也让公务员的工作压力变得更大。政府机关的预算、奖励或是人力资源分配呢，常常会与年度绩效评核挂钩。那部长为了赢过别的部门呢，获得更多的资源，常常就会要求各科室全面的提高工作产出，然后科长呢又会将这个目标抓得更细，要求基层员工增加工作量。这种层层传递的绩效压力呢，最终可能都会叠加在基层的员工身上。而且各公部门的单位内部呢，也有着严格的考绩规定。台湾公务员考绩通常分为甲、乙、丙、丁级等，且考绩等级有着明确的比例分配。甲等比例通常不超过 75%， 在大多数的人都能够获得甲等的情况之下，拿到乙等、丙等的后果也就变得更严重。公务员拿到乙等，年终奖金可能会被砍半；而一旦获得丙等成绩，不仅可能拿不到年终奖金，无法升迁，甚至如果连续2年拿到丙，主管机关可以提报人事审议会讨论解聘该公务员。那考绩的评判权力几乎全部掌握在主管的手中，这就容易造成主管可能会用乙等、丙等考绩威胁不愿意加班的员工。而且公务员考绩法前段时间还拟修法，新法案当中呢，甲等的比例将调降到 20%， 这让人担忧公务员之间可能为了争取少数甲等名额而恶性竞争，不断延长自己的工时。因为人力不足、考绩压力重，公务员的加班状况本来就比较严重，而职场当中的官僚作风更是让他们的工作压力变得更大，甚至许多人因此遭到了职场霸凌。考绩会直接影响公务员的升迁，而这样子的生杀大权又全权交给上层的管理者，这容易让公务员内部形成主管权力过大，下层被迫绝对服从的长官文化。比如台湾的公部门主管呢，常采用威权式的领导风格，喜欢发号施令，要求下属必须听话。像是一名理性公务员接受报道者的采访时说，他们试图和主管反映业务繁重，却被主管一口反驳说：“你为什么可以下班？你领公家机关的钱就应该要24小时待命。”甚至许多时候，基层公务员呢还得额外做许多与业务无关的这工作，只因为这是主管的要求。例如最近 C News 汇流新闻网报道，卫福部长照司长会强迫员工深蹲，要求员工轮流担任深蹲执行官，带领全体员工进行深蹲，并发表1分钟的激励演讲，连届领退休或是即将离职的同仁也不得豁免。当有员工要离职时呢，还得一边深蹲一边说明离职理由。而一旦公务员不听话，就可能遭到主管的呵斥辱骂、人身攻击，会被调去做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工作。而且因为官僚威权式作风严重当一名公务员想要升迁时，他也必须要迎合主管还有这样子的组织文化，所以等他们上位之后，也可能会习惯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下属。公务员的官僚式组织文化呢，也因此不断的固化。人力结构、组织文化问题都让公务员的过劳、职场霸凌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且更糟糕的是，当公务员真的遇到这些状况时，他们想要申诉处理也很难。目前公务员遇到过劳、职场霸凌时呢，可以有向内部人事单位或外部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反映。但实际申诉起来透过这2条途径都不容易。对于内部申诉，因为这些内部申诉单位也是隶属于该公部门之下，独立性不太够，处理结果很有可能会受到主管的权力干扰，造成结果无法完全的公正。另外呢，目前这些申诉管道对于申诉者身份的保密措施也仍不足。一旦被申诉的人呢知道他是被谁申诉的之后呢，那个申诉的人可能呢就会受到威胁，甚至是孤立或者是报复。而且目前的公务员规章制度上面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职场霸凌相关的惩戒机制。即使呢申诉认定成功，这些内部申诉结果呢通常也只有建议性，缺乏了强制约束力。那外部的保训会呢是专门处理公务人员行政救济事务，虽然它的独立性更高，裁定对于相关的机关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保训会处理的这个时间往往较长，流程也比较复杂，而且对于提交的证据跟法律程序呢也有更高的要求，一些证据不够明确或是被认定情节不够严重的问题可能并不会受理。
那公务员的这个工作环境不佳，相关申诉管道也不够畅通，究竟该怎么样做才可以改善这些状况呢？许多人认为要改善公务员的工作状况，得从根本的法律保障入手。像是现在的公务员法律当中规定的加班上限时数呢，是不超过60小时，比劳基法当中的46小时还要多。另外，公务员的加班费规定当中呢，也有很大的弹性操作空间，这让许多公务员实际上拿不到加班费。因此，许多人呼吁应该要修改相关规定，调整加班时数，明确加班费规定。另外，也有很多人呼吁应该要调整职安法的规定，将公务员也纳入职场霸凌的法律保护当中。在台湾现行的法规之下呢，劳工遇到职场上面的言语行为伤害时，通常是依照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执行职务因他人行为遭受身体或精神不法侵进行申诉。但是公务员并不适用职安法，若他们呢在职场上面权益受损，目前仅能够依靠公务人员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但是该办法的位阶过低属于行政指导，只有建议劝告的效果，而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因此，许多人呼吁应该要将职安法的适用人员从劳工改成全体职业，囊括包含像是公务人员教育人员以及军职人员等相关单位，扩大保护伞，纳入更多的新形态职种以及非典型雇佣关系。那除了更明确严格的法律保障之外呢，相关的申诉管道也是一个重要的防线。比如许多人建议应该要强化吹哨者保护机制，包含了设立匿名申诉管道让受害者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之下反映问题，或是引入反报复条款，防止出现可能的报复行为。另外，公务员体制内部呢，也应该要引入心理支持与法律援助。一方面，除了减少投诉者的心理负担，咨商机制也能够帮助处理受害者的心理创伤。那除了这些，还有人提议可以在各机关设置专职的职场健康与安全防治员，定期对于公务员的职场环境进行检查，并通过匿名的调查问卷或者是其他的工具，提前发现这个压力与霸凌迹象，主动的干预问题。这一次我们了解了公务员的工作困境以及一些建议的解决办法之后，我们也非常的认同这背后的法律保障还有整个体制上面有许多需要调整的地方。那虽然我们刚刚汇整了很多人的建议方向，但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说，这些方向之所以很难推进或是被落实，很大一部分呢，可能是因为它有着很多复杂的细节，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和讨论。比如说，公务员职业属性很特殊，他们并非典型的雇佣关系，属于公务体系内的行政人员。所以，如果呢，也要将他们纳入原本针对劳工的职安法当中，也就需要更明确的界定公务机关当中哪些属于雇主的角色，哪些人员属于受雇者。但实际要去厘清这些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公家机关的这个行政组织呢，常常有多个层级。像是如果基层公务员遭到霸凌，他的雇主究竟是该机关的直接主管，还是要往上就责追溯到更高级别的机关，甚至是中央级别的首长，这可能很难明确界定，容易引起更多行政与法律责任上面的纠纷。那同样也因为公务员的身份特殊，在规定公职上面也变得比较复杂。如果明定一个不可逾越的上限，那当遇到国家紧急事务需要处理的这种特殊状况时，也可能很难完全的依照这个公时的规定。不过我们觉得，正是因为公务员的身份特殊，相关议题复杂，政府就更需要好好重视这个问题，更需要试着向民众沟通，凝聚社会讨论与共识。但从最近爆发的公务员职场霸凌事件来看，长期以来呢，政府都缺乏对于公务员劳动议题的重视，过去也比较少呈现出想要跟社会沟通的实际行动，所以被大家广泛的批评，被说是在怠慢，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合理。尤其有公务员，某种程度上面呢，像是政府的门面。如果政府对他们的职场环境都保护不了，那就很难说服民众说政府有能力保障劳权。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因为最近的争议事件，大家也开始对于公务员工作环境有了更多的关注跟讨论。在公共政策参与平台上面，也有民众已经展开实际的联署行动。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支影片，让更多人一起关注这个议题。毕竟这一波讨论呢，是有许多的受害者的悲剧换来的。我们也希望这些关注能够持续下去，不让他们白白的牺牲。最后也想来问大家，如果要修法解决公务员劳权问题，你觉得哪一个方向应该被最优先处理呢？A. 将公务员纳入治安法保护。B. 修改公务员相关条例当中与工时加班费有关的规定。C. 增加专门与职场霸凌相关的法条。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公务员工作困境。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劳动部职场霸凌争议，以及为什么韩国公务员都想要离职。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